這是一本足以顛覆華夏數千年歷史的竹簡，其中的內容推翻了歷代聖君名臣，將如今盛行的儒家思想貶低得一文不值，讓無数史學家看完直呼不可能，甚至就連古代大文豪朱熹都称其为妖書。這便是曾一度顛覆華夏歷史的竹書紀年。故事還要從一起看似普通的盜墓說起，時間則是公元280年左右，在如今的河南省卫辉市附近有一個大盜叫做標否，他和往常一樣盯上了一個不知名的古墓，計劃多日之後在一個夜晚選擇動手。盜墓結束後的標否拿走了墓中一些寶貴的物件，次日官府衙門便發現了他留下的盜洞，除了墓主人的遺體外，墓中只剩下了一些散落的竹簡，上面的文字殘缺嚴重，且還有焚燒的痕跡。但最終官府還是將這些竹簡運了出來。最後根據調查，人們得知這座古墓原來是戰國時期的一座帝王墓，到了西晉至少有了450年的歷史。而官府也非常重視其中那将近10马車的殘破竹簡，将其整理之後得出了古書10部，而裡面最為詭異和令人震撼的便是一份記錄歷史的竹簡。西晉文官將其稱之為紀年，又因為其內容寫在竹簡之上，所以被後人稱作竹書紀年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一本記錄歷史極具價值的史書卻被稱作妖書呢？為什麼說它改變華夏數千年前的歷史呢？又為什麼說它把儒家思想貶低得一文不值呢？原因只有一個，因為竹書紀年其中記載的內容對傳統歷史的衝擊實在太大了。如今的我們學到的歷史一般都是通過司馬遷的史記，史記關於堯帝和舜帝有着非常詳細的記載，說是堯帝在年邁時想要找一個接班人，他的手下首先推薦了皇子丹朱，還有人推薦了大禹的父親鯀，但這些人選卻都被堯帝一一否決了。最後堯帝發現了民間一位賢才，他的名字叫做舜，所以堯帝便將自己的帝王之位讓給了舜，由此尧舜禅讓成為了儒家思想的典故。直到現在我們的教材上也有此故事，但竹書紀年卻在一開篇就反駁了這段千古佳話。昔堯得衰，為舜所困求也。舜求堯於平陽，取其帝王之位，復再求丹朱，始不與舜堯復相見。非常直白地表示堯帝晚年體衰無力，被舜強行軟禁在平陽這個地方，並且通過政變搶奪了堯帝的王位。同時他為了穩住政權，還囚禁了皇子丹朱，讓父子兩人不再相見。開篇短短40個字就把華夏幾千年的歷史給顛覆了。很多人相信堯舜禅讓這種美好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存在，竹書紀年中的描述才更符合人性和歷史，但這也只是竹書紀年記載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接下來要說的人物則是伊尹，可能很多觀眾對此人有些陌生，其實他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賢臣，曾經輔佐商湯滅了夏朝並建立了商朝，而從商湯時期他便開始輔佐帝王，期間上位的太甲極為殘暴昏庸，伊尹為了王朝穩定就將太甲關在地宮3年，3年之後太甲悔過自新，伊尹又把政權歸還給了他。我們所學的歷史把伊尹描寫得非常正面，他一生都在為君為民為朝廷奉獻，可竹書紀年中的記載卻截然相反。文中說到伊尹將太甲送到地宮軟禁後自封為王，7年之後太甲從地宮逃出殺死了伊尹。從竹書紀年來看，伊尹就是一個謀權篡位的逆臣賊子。正史記錄的內容極端的美好，竹書紀年卻極端的黑暗。那麼問題就來了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？其實從漢代開始，儒家思想的地位就不斷的上升，到了寫出史記的司馬遷時期更是儒家的巔峰，上到帝王将相，下到民間匹夫都在推崇儒家經典，所以司馬遷在寫出史记的时候必定受到了儒家的影響，将大部分的歷史都描寫得一片祥和，字裡行間中充滿了仁義道德，通篇讀起來全是知乎者也。所以竹書紀年自問世之後便始終不被待見，甚至就連宋朝大儒朱熹看後更是稱其為妖書。可我們認真思考一下，卻似乎沉默了，因為歷史上帝王的更迭從來沒有過主動禅讓這一說法，有的全是戰爭和謀逆。歷史上的賢臣也從來沒有過真正想要屈居人下。視頻的最後，讓我們看下韓非子對於歷史的描述：舜逼堯，禹逼舜，湯放桀，武王伐越，此四帝者，人臣是其君者也。原來不僅堯舜禅讓是假的，就連其他帝王的經歷也和如今的歷史不一樣。